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53个国家当中，已有22个国家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正如之前视频中所讲的，当有人对预言怀疑的时候，真正的预言总是能在恰当的时候让人们感到恍然大悟，正可谓佛度有缘人。我们不盲目迷信，不否认未知。提到佛，大家就知道有汉传佛教，也有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密宗中有双修，就是男女双修，而现在的病毒也在进行双修了。双修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修行方法，在化神术等密宗中都有记载，在西藏的很多的神庙的壁画当中都可以公开看到的密宗修炼，称作男女拥抱和合。这种修炼也被称作密宗大喜乐禅定或本尊双运法等等。这种修炼曾经在佛教盛行的地区，包括西藏，非常的被看重和接受。据传闻，修行成功者会出现一团五彩光明果体，但是这种密宗也被三教九流用来做犯戒之事的借口，所以也曾一度受到质疑和打压。想听密宗双修的，在视频下方留言，咱们单开一句。之所以讲到了双修，是因为看到了最近的英美病毒的合体，那么双修合体的病毒是否会毒性大发呢？这个是所有人关心的焦点，咱们就好好的来掰扯掰扯。事情是这样的， CTV、Global News、纽约时报等等多家的海外媒体在2月18日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科贝尔在一样本中发现，由英国变种病毒株 B117 与加州变种病毒株 B1429 混合而成的合体病毒。它于2月初在纽约科学院的会议上公布了该研究，并且发表在了《新科学家》杂志上，指出有别于一般的变种病毒，每一次只有一种突变，合体病毒每次可以有多种突变。 OMG， 嗷狠！科贝尔表示，暂时只从数千个基因排列中发现了这一例合体病毒的基因重组，目前尚无法确定这是否是偶然现象，或许该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而在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其实已经证实已经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指出，这次发现的合体病毒同时具有 B117 的易传播性和 B1429 的抗药性的特质。他担心变种病毒合体令疫情更为严峻，这种形成新的病毒株，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的发现变种病毒合体的情况。看看首次发现合体的情况，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病毒的修行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难道我们不会联想到曾经所说的阿比亚提到的 Superbug 吗？由于英国变种的高传播率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变种的变异性，这种重组可能为大范围的大流行打开了一个大门。科学家现在还不知道病毒毒株的影响，但是忧虑会带来新一阶段的疫情大流行。阿比亚印度神童曾经预言 Superbug 是和土木合相及六星连珠的业力息息相关的。他认为在 Superbug 的同时，也可能是战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灾难。最近有少数人留言说六星连珠万事完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忘了日本的地震可能会更糟糕，
忘了缅甸的元首换还在进行当中，忘了病毒的大量的变异，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发生其中的人们。从近期发生的事情看，这些预言都在悄无声息地实现着。欧洲封城，加拿大封城，美国封城，疫情在不断地增加死亡数字。在咱们以前所提到的死亡12月中讲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 IHME 表示，到在12月份会有200万人因新冠而死亡，这说的是2020年的12月份，而现在发稿时是2021年的2月18日，已有245万余人死亡，上亿人感染。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向先前所预测的方向在发展，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长。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变数，就是超级细菌。人们都在寻找这个 super bug 超级细菌会不会出现，那么会出现的话会在哪里出现呢？自去年年底英国发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了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一些国家还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变异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日前指出，进入2021年，世界拥有了疫苗等应对新冠疫情的新的工具，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病毒变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去年12月，英国先后报告发现了名为 VOC 的变异新冠病毒和另一种传播能力更强、变异更大的变异病毒。南非报告发现了名为 501V2 的变异新冠病毒。非洲疾病防疫中心报告，在尼日利亚发现了一种新变异的新冠病毒，可能与先前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此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克卢格表示，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53个国家当中，已有22个国家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国家也报告了变异病毒感染病例。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10日的消息说，是日前呢从巴西入境了4名旅客，被确认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然而，他们感染的变异病毒与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不完全相同。总结一下，英国、南非、尼日利亚、日本、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病毒，这是明显的变异且影响巨大的。而这个美英合体双修的病毒，就像是开篇讲到的故事藏修密宗一样，或许有更大的杀伤力。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尽管是完全封锁的国家，竟然也出现了变异的各种变异病毒，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预防中心的新冠疫情负责人亨利·沃克指出，新冠病毒常发生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的变异病毒。如果说到超级病毒，还有前段时间在印度南部州出现的新的一种病毒，已经导致人员死亡以及超过数百人感染，而至今不知道病毒的来源和类型。近日的埃博拉病毒又有出现并且造成死亡的架势，还有我们讲到的曾经说过的水貂出现了新冠病毒的阳性，有人在喊股市一直在涨，大萧条，大萧条在哪里？我们曾经也提到过这一点，有时间呢我们单开一局。那么你还记得《三体》中所讲的傻孩子们赶快跑，这也是《三体》中受到水滴攻击的一局经典的台词。而当大萧条到来的时候，高喊大萧条在哪里的傻孩子们想跑可能都跑不掉了。还是咱们所说的那句话，变种的病毒也好，大萧条也好，这都是攻击，这都是现实，这也曾经是预言。另外，每一个病毒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有一个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潜伏期。分享一个中国古训对病毒的趋势，
这个咱们也曾经提到过，就是瘟疫始于大雪，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灭于清明。雨水就是今天的2月18日，最后是灭于清明的4月4日。千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历次的瘟疫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始终的。中国古老的历法历程一次次的证明了这个规律，包括2000年的 SARS。 回想2020年初的病毒发展过程，着实的同样让人感叹这个古法的厉害。而2021年的病毒发展还会遵循这个规律吗？我们曾经问过，现在我们还是这样问。那么今天就是雨水的2月18日，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疫情减弱的迹象。而在多个的变种面前，疫苗还会有作用吗？ OHSU 医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教授费卡都博士说，我们的发现对不同毒株冠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下这些病毒还在继续不断的变异的情况之下。考虑到病毒变异的速度约为每月1到2次，18年前所产生的那个病毒，他所说的是 SARS， 那么那个病毒的抗体对新冠病毒的防御能力已经大大的减弱，这已经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费卡都博士表示，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新冠疫苗的持久性和有效性。他还强调，我不认为会出现一种万能的疫苗，虽然现在推出的疫苗可能会打破病毒的凶猛势头，并帮助结束传染大流行，但是他们很可能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终点。如他所说，这不是终点，但是如果这样循环变异下去，后果不正是印度神童所讲的 Superbug 最终会到来吗？细想起来不寒而栗。由于美英病毒合体对于第3波疫情已经到来的说法不胫而走，咱们呢在下一集进行具体分享。感谢您的收看，疫情期间请保持好心情，健康平安。咱们下期再见，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刻，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and Joy。